穿成恶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漆黑粉发女扮男装，混成 F4 大顶级财阀的头号小弟。怎料雌雄莫辨的他，竟成了全校追捧的把妹王，还成功掰歪4大男主。但 F4 手段一流，谁能率先识破他女儿身？面对宿舍3位风华绝代的少爷们，陆苑却抖成了帕金森。原本穿成追求男主最后惨死的恶女后，他就决定女扮男装远离剧情。结果世界意志竟逼着他讨好男主，走重要剧情，否则就会吐血10公斤。现在更是送货上门成了室友。这3位手段狠辣，权势滔天。幸好第4位男主还没回国，秉承着打不过就加入的想法，女孩亮出8颗牙笑容，99999包月的超值小弟服务，从洗衣做菜跑腿带饭，所有杂事均可承担，考虑一下吗？见钱眼开的模样让薛冉最先发难。你疯了！少年眉目俊俏似纯净天使，但女孩知道他可是黑芝麻馅的。你觉得我们缺小弟，还是这么穷酸的？出身贫民窟的他不会被这点攻击力伤到。我是你们室友，宿舍内的事交给我更方便，比如早起叫醒服务、卫生清扫、洗澡搓不到后背我都可以帮忙。他在澡堂干过兼职，差点把隔壁大姨卷下岗。两人对视时，唇红齿白、雌雄莫辨的小室友，很容易让人心软。可一旁看似优雅，实则最疯的学生会长季景里玩味道：“为什么是你呢？明天我们就能换个室友。”被搅局的女孩气急脱口而出：“我在画室兼职过，会给人打下手。”说完就心头一紧，完了，她忘了季景里喜欢画画是个秘密。果然，男人眼里闪过危险。陆同学，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事？顿时，女孩头皮发麻，明白这个问题答不好，她会去见太奶。正思索嘴硬还是滑跪时，慵懒野性的谢羞玉声音响起：“你的服务我买了。”陆苑骤然松了口气，猛地朝恩人直角鞠躬：“竭诚为您服务。”哪知季景里也不按套路出牌，微笑开口：“那我也和阿玉一起。”刚才是他着急了，以后还有很多时间来试探这位神秘小室友。薛冉瞥了女孩一眼，语气莫名：“你们都买了，那我也买。”事情超乎预料的顺利，让女孩万分高兴。她可真是小天才，讨好男主的同时又能赚钱，方便以后跑路。见她高兴的模样，谢修玉起了动弄心思。不过我们的小弟也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只要你通过后天的新生宴会，我就正式聘用你。新生宴会向来是权贵子弟的狩猎场，他们会将贫困特招生视为猎物，玩弄欺凌。女孩只觉天要亡她。作为和 F4 同宿舍的特招生，绝对是无数人极度想教训的对象。唯一庆幸的是，宿舍用帘子隔成了小型包间状，方便了她更换束胸和私密衣物。就在她思索怎么度过新生宴会时，薛冉小恶魔撩开帘子走了进来，吓得女孩急忙抱紧被子，露出的腿却纤细莹润。少年的目光粘在上面，男生的腿会这样吗？薛少听到女孩的声音，他骤然清醒，语气变得恶劣：“快出来干活！”耳际却浮现可疑红晕。片刻后，拿高点我看不见，你把我当长颈鹿，太高了。陆苑举着平板，觉得薛冉的嘴真是管制刀具，喊他过来，就为了当平板支架。他只能无聊地将目光落在屏幕上，上面红红绿绿，是他看不懂的股票，一直盯着。你很好奇吗？薛冉忽然开口：“来，你试试，本金算我的，盈利都给你。”他笑起来像蜜糖般酥麻，但面对这种常人难以抵御的诱惑，女孩只是冷静摇头：“不用了，薛少，盈利算他的，那亏损了呢？估计他打800年工都赔不起。”闻言，少年玩味笑意更浓，脑子还挺清醒，这几只股票必跌无疑。他的问题是陷阱，真可惜，如果陆苑欠下巨债，到时候他想让对方做什么都可以。少年的眼神让陆苑直发毛，急忙转移话题：“薛哥，我去给你切盘水果。”很快他便端着苹果回来：“要吃吗？”薛冉眼睛看着屏幕，傲气吩咐：“你喂我。”大哥的要求，小弟当然是照办了，插起一块喂到他唇边，两人一个喂一个吃，气氛竟然难得和谐。陆苑也看着少年的侧脸发起呆来，对方脸庞完美的像建模。“你在看什么？”少年唇角勾出得意的笑：“不会是看我看呆了吧？”果然这家伙要给他当小弟的目的不纯，那么顺势玩玩也不错。女孩并不知道薛冉的危险想法，插起一块苹果递到他唇边：“吃，好好的帅哥，可惜长了张嘴，叉子太冰，刚刚碰到我牙齿了，我要你用手喂我。”闻言，女孩头疼，真是任性的大少爷。她轻叹口气，用指尖拿起一块苹果递到他唇边，薛冉却一口咬在他指尖，瞬间一股电流冲得人头皮发麻。你做什么？少年却没有回答。小室友的指尖和他人一样柔嫩，一定是这家伙太像女人了，才让他有别的想法。薛哥，我是男的。听到这话，少年才放开他，嗤笑道：“你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？”本想逗逗陆苑，结果这家伙不仅不害羞，还强调他是男的。忽然他想起一个事，新生宴会快到了吧？听此，女孩点点头，一脸期待：“薛哥，我能跟着你一起去吗？有薛冉在，保证没人敢近身。”少年没有一口拒绝。见陆苑眼巴巴看着他，有些想笑：“你求求我！”陆苑1秒都没坚持住，甜腻腻的喊：“求你了，薛哥，面子哪有小命重要？”他还故意夹着嗓子，听起来很像女生，又甜又软，让少年莫名觉得这才是适合陆苑的声音，但说出的话却像小恶魔：“求我也不行，被欺负了的话，会哭着来求他庇护吧？”
那样的戏码很有意思。陆院的家子因战略大失败，看来宴会只能靠自己了。他也要借这次宴会，给那些对自己有恶意的人足够警告。在他每天给 F4 档小弟跑腿的日子中，新生宴会终于来临，权贵们静待陆院到来，坐等狩猎开始。火热目光却都时不时投向2楼，那里是权势的顶峰，只有3人才有资格坐在那儿。季经理晃着手中红酒杯，语气柔和问身边人：“听说陆同学来找你求助过？”薛冉随意应声：“不过我没答应。”虽这样说，但注意力全在楼下，明显在寻找某个身影。见状，腹黑会长便知道他们这个室友已经让某人心软了。旁边的谢修玉懒洋洋倒在椅子上，俊美凌厉的脸面无表情。毕竟是我们的室友，被欺负太狠也丢我们的人，这是也要帮陆院的意思。这下季经理是真起了兴致。他怎么没找过我呢？我很吓人吗？他可被学院人称为 F4 里最好接近的人呢。薛冉啧啧2声，得了吧，表面温柔，实则最爱把人耍得团团转。一旁谢修玉也了声，就这么一个小室友，你可别把他玩死了。腹黑会长也不恼，姿态优雅地晃了晃酒杯，真没想到阿玉也这么维护他。我想起来了，你也是第一个答应他荒唐提议的人。为什么？他可不觉得谢修玉有那么善良，因为他住进我们宿舍，是我安排的。听到这话，两人诧异的视线同时投过来，男人勾了下唇，慵懒姿态下却透出一丝危险。袁战还没回国，他的位置想进来的脏东西实在太多了。陆院入学档案是我姑姑专门送过来的，干净点。听到这，另外2人才明白谢修玉对陆院特殊的原因。这时下方出现一阵骚乱，众人等待的女孩终于到来。她一身校服和周围盛装的众人格格不入，察觉众人鄙视嘲讽的目光，女孩心里苦啊，她穷的礼服都买不起。同为谢修玉小弟的展乍率先发难，一副穷酸样。他对这个能接近 F4 的特招生早就不爽，女孩却无比淡定。你要怎样？丝毫不惧的模样让男人怒上心头，猛地一抽旁边的桌布，上层摆满的香槟塔轰然倒塌，无数酒杯碎了满地。他笑容扭曲，我要你亲手把这些碎片都捡起来，只要你捡完，今天我就放过你。但看着少年俊秀的面容，他忽然有了新主意。对了，还有一个选择，你让我玩一次，如何？展乍的手放在裤腰上，猥琐笑容令人作呕。宴会厅议论纷纷，这特招生惨了，惹上展乍这么个疯狗，展家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。没人觉得女孩能反抗，有人开始用下流的目光打量陆院。薛冉瞳孔微缩，当即就想站起来，却被旁边的季经理按住。做什么？还没到我们出手的时候。这种级别的威胁和言语侮辱，他们都看腻了。闻言，薛冉只得按捺住心底的烦躁。谢修玉眼底也浮起一层戾气，但连展乍都玩不过的人，可没资格留在他身边。怎料以后追妻火葬场。在众人的注视中，陆院蹲下了身，周围嘲笑声音变大，展乍的眼神也变得得意。显然他们都觉得女孩是认栽了。不料陆院捡起最大的那块玻璃，猛地起身向前几步，手中的玻璃直接对在展乍脖梗处，碎片刺破他手掌。女孩也浑然不觉，眼底是寸步不让的狠意。现在是谁玩谁？感受到脖梗处那尖锐的触感，展乍眼神瞬间惊恐，强撑着不愿示弱。你做什么？在这里动了我，展家不会放过你。但女孩依旧冷静，她当然没指望一块玻璃取胜，但如果加上你可想要玩的事呢？瞬间男人脸色惨白。见状，陆院知道自己赌对了，他最大的依仗就是知道剧情。尽管展乍的剧情寥寥，他还是艰难扒出了有用的情报。你父亲有2个私生子，而刚好我拍到了你手臂上的针孔。如果我把照片拿给你父亲看，话还未说完，男人就癫狂打断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些事绝不能让他父亲知道，否则定会失去家族继承人的位置。你想怎样？滚出我的视线，外加精神损失费100万。展乍忙不迭答应，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在女孩面前，内心却想着等他藏好证据，定要让陆院付出代价。他们谈话声极小，于是在众人惊诧的视线中，男人逃离了现场。陆院当然察觉到对方临走时的恶意，可他并不担心，永远不要给小人翻身的机会。今天之后，他就会将展乍的事告诉谢修玉，那人可不会留一个毒虫在身边，被男主厌弃等同绝路。学院不会容忍他的存在，本就偏心私生子的展家更不会。女孩随手扔掉手中玻璃，滴落的鲜血宛如盛开的荼蘼花，勾人心魄。顿时宴会厅响起一阵吞咽声，众人这才回神，不敢置信一个特招生竟然压制住了展乍。还有一部分女生看着他红了脸，察觉到某些恶意隐去。陆院也松了口气，他抬眸望了眼2楼，就是不知道今天这出戏男主们满不满意。而2楼的薛冉微怔，女孩艳丽强势的气场让他心跳加快。旁边的季经理也眸光幽深，没想到小室友还有这么一面。谢修玉则彻底对女孩来了兴趣，起身朝楼下走去，去抓某个露出爪子的小动物。动作真快，季经理眼神里含着丝不愉，他也想去啊，毕竟今天陆院的表现给了他很大惊喜。有关画画的事也得找个机会问一问。至于旁边的薛冉，则是沉默捂着莫名跳动的心脏。4人的修罗场虽迟，但以后会到。众人惦记的陆院却在忙着赶趟。当熟悉的吐血感来袭，他就知道世界一直在催着他走重要剧情。原书中，女主1号被他推下水池，是男主之一的谢修玉下水救了女主，自此第一对男女主相识。此时水池旁，女主唐可正在救助一位被欺
灵的清纯少女。领头女生双眼冒火，这件人入学才2周，我喜欢的男生就爱上她了，特招生勾人的手段真有一套。说着就想上去打人，他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男生的态度。陆苑快步走过来，打断一触即发的战争。你努力过了，那男生要是还不喜欢你，不就说明他没眼光吗？这种男人要来也没用，至少我觉得你很好，他人的喜欢不配成为你生活的重心。一番话，陆苑说的流畅又真诚。他以前也干过情感咨询，劝起人来一套一套的。姜妍被说的愣住，直勾勾盯着陆苑真挚温柔的脸庞。见此，唐可警惕，他很感激陆苑出手相助，怕对方受到报复。地上的清纯少女垂着头，眼神却是得意。这种娇蛮大小姐可不会听劝，只会连这些人一起欺负。不过也好，之后他去找王子明告状就更有底气。怎料姜妍问出众人意料之外的问题：你叫什么名字？然后他脸红了，我叫姜妍，刚才的事是我不对，所以我们能交换个联系方式吗？周围人都看傻眼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被要联系方式的陆苑也傻了，呆呆说出自己名字，说完又觉得不对，他为什么要出手相助啊？他不应该趁乱把唐可推入水池吗？见眼下没了发生冲突的可能，他望向水池心一横，对唐可求助道：我好像有东西落在那边了，你能陪我去拿一下吗？善良女主点点头，两人走到了水池边。唐可四下望了望，你的东西在哪？陆苑还在想着怎么圆谎，脚下却忽然一滑，手正好推向唐可的后背，眼见他就要落入冰冷的水池中。陆苑一咬牙，干脆抓住他的手，直接被他带着一起下了水。原本的剧情已经被他打乱，他不知道男主是否能准时出现，只能将不会游泳的女主推上岸。眼见唐可摸到水池边缘，陆苑松了口气，反正任务完成了。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意外，手忙脚乱将两人扶上岸。可陆苑绝美的容貌像刚上岸的美人鱼，岸上的人群安静一瞬，下一秒众人争先恐后献殷勤，有人递毛毯，有人递纸巾，七手八脚都想替陆苑服务。缓过神的女孩一眼注意到自己沾水半透的校服，猛地抱住了毛毯，看着周围亮晶晶的惊艳目光，她只觉头皮发麻，借口去休息室换衣服，立马甩开人群跑了，徒留众人对她的容貌惊叹。而来到休息室的陆苑却傻了，这里居然没有换洗的衣服，只有洗浴用品，她只能一边用毛巾按压水分，一边用吹风机对着领口吹。此刻她只祈祷2件事：第一，不要遇见熟人；第二，不要遇见男主。男主们都不是简单人物，一旦被他们看出来，绝对没有好下场。她不要被灌上水泥沉海啊！但人倒霉起来就很倒霉，她还在和身上的湿衣服搏斗，门口就传来把锁拧动的声音。谁？不是说不用他们跟过来吗？她以为是善良女主唐可，便走过去将门打开。我说不用跟过来。怎料门外出现一张意料之外的脸，哇靠，竟然是谢修玉。而男人也同样惊讶。陆苑娇俏精致衣物半干，发梢的水珠滴落在精致锁骨上，无比引人犯罪。男人眸色转身，视线粘在对方身上，下一秒反应过来的女孩砰一下关上门，她捂着领口惊魂未定，男主怎么来了？没等他思考出结果，门就被敲响。开门，从小经受残酷训练的谢修玉有着野兽般的直觉，眼前人不对劲，他唇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。我说最后一次，开门。片刻后门如他所愿打开，但美景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被毛毯裹成毛毛虫的女孩。他努力装无辜道：谢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潜意思是没事就快点滚蛋。谢修玉被气笑了，他这个室友是怎么做到又怂又拽的，让他愈发有探究的欲望。他没走，反而反手带上了门，走近几步，指节拂过女孩湿润的发丝，坐下吧，我帮你擦擦头发。没理女孩的震惊，他随意扯过一条毛巾，一把按在陆苑头顶上。别动！灼热的男性气息凑得太近，让女孩脸颊都泛起红晕。不得不说，男主硬件配置绝对超标，宽阔胸膛以及流畅的肌肉线条，浑身充满着野性美。但擦头发的动作却意外温柔。他小心翼翼道：麻烦你了哥，但我还是自己来吧。现在谢修玉越温柔，他就越毛骨悚然。可男人没给他拒绝的余地，他似不经意地问：你是怎么落水的？陆苑瞬间警惕起来，不会是要和他算账了吧？男女主已经看对眼了，就我自己不小心掉下去了。男人擦头发的力道一下加重，他都做好替陆苑教训人的打算，结果对方告诉他是自己掉下去的。你干嘛啊？好痛！陆苑没忍住小声抱怨了一句。男人眉梢微动，之前薛冉跟他抱怨说陆苑娇滴滴的不像个男人，他当时不以为意，现在想来有几分道理。怎么这么娇，连他都敢抱怨？他没说话，陆苑也心虚的不敢说话。室内安静下来，很快短发上最后一点湿润被擦去。女孩以为这场酷刑结束时，谢修玉却看向她的毛毯，怎么还围着毛毯？捂着可不会捂干。我冷，完蛋！谢修玉怎么还在怀疑他？是吗？他指尖拂过对方通红的耳尖，冷的话，耳尖可不会这么烫。陆苑抱着毛毯瑟瑟发抖，他不会暴露了吧？男人却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，气势凌厉。我们都是男人，没什么不能被我看的。松开！谢修玉死变态！女孩在心里骂了10000句，顶着对方压迫感十足的气势，破罐子破摔般松开了手，毛毯重重滑落。你看吧，
对方毫不犹豫的视线往下，但他再一次失望了。半透衣物下只有少年平坦的胸口，怎么看都是彻头彻尾的男生。他直觉出错了。陆苑笑嘻嘻道：“怎么样，还满意你看到的吗？”游不倒男主算他输，但内心却松了口气。还好他脱了束胸，穿了贴身的肌肉衣，飞机场再加上校服领口的弧度，只有从侧面才能看出问题。而男主一直是俯视角度，以为搞定了男主的怀疑。陆苑准备去拿放着束胸的包，却被谢修玉给拦住了。他拧着眉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他忽略了什么吗？从小到大，谢修玉野兽般的直觉帮了他太多，因此这一次他也顺从了直觉，抢先将那个黑色的手提包打开。映入眼帘的第一件东西却是巧克力。陆苑内心冷汗直流，靠！还好束胸被他放在了夹层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见谢修玉看着巧克力不说话，他生怕对方发现玄机，连忙卖乖：“我记得哥你让我买过3次这个巧克力，我怕你什么时候想吃了，就随身背着的。”听到这话，谢修玉看着那盒巧克力，说不清自己此刻的想法，就觉得陆苑挺乖的，讨好他的人数不胜数，偏偏陆苑讨好他的度总让他很舒服。他将包丢了回去，陆苑连忙抱住小声道：“谢哥你先出去吧，我等一会儿就出来。”谢修玉语气听不出喜怒：“怎么还有人要来找你？”“没有啊。”陆苑觉得很冤枉，可男人却忽然想起，他方才问陆苑行踪的时候，水池边有几个女生眼里含着担忧情绪，陆苑也会为了钱这么讨好他们吗？异性之间能做的事更多。半晌他终于开口：“想跟在我身边，就不要到处招蜂引蝶，我喜欢乖点的。”被警告的陆苑满头问号，他什么时候招蜂引蝶了？但还是卖乖道：“怎么会？我的心当然是在谢哥这的啦。”谢修玉懒懒的了声，看在还算会说话的份上，以后你可以说是我的人。他说这句话的唯一原因是希望陆苑明白，他能给的别人给不了，不要有别的心思。女孩眼睛刷就亮了，不容易啊，他的小弟身份终于被官方认证了，这绝对就是他以后的保命符。他之后的校园生活应该会安稳很多吧。隔天他来到校医务室，一个长发御姐耐心将陆苑胸口处的胶带更换，而眼前的校医就是帮助他女扮男装进入学院的最大功臣，学校高管之一谢福，也是谢修玉的姑姑。为了得到他的帮助，女孩利用熟知剧情的能力，帮他找到了死去爱人的尸体。怎料由于男主太过信任他姑姑，竟把自己安排进了他宿舍。谢福换完胶带，将一管针剂打入女孩体内，瞬间疼得陆苑死去活来。只因除了束胸和肌肉衣之外，他还打了抑制雌激素的药剂，这才改变了他的体态和嗓音。这样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他就不用害怕被发现真实性别了。刚走出校医院不久，女孩就接到外婆打来的电话，这也是他坚持留在这个世界的原因。原来原主的外婆和他外婆长得一模一样，上一世他父母死后是由外婆带大的，可后来外婆得了重病，他用尽力气赚钱也没能挽回外婆的生命。如今有了再次拯救的机会，他拼尽全力也要做到。学院提供给特招生的奖学金可以让外婆接受最好的医疗，刚好新生月考要到了，他得考出好成绩，保住自己的奖学金。于是之后他每天不吃不睡，沉浸在学习中，困了就吃谢福给的提神胶囊。正解题时，一份早餐被放到桌上，这是食堂最受欢迎的包子。你快试试。自从上次帮女主解围后，唐可便和他成了朋友。女孩正要去拿，桌上就多了个精致饭盒。吃包子有什么营养？学习脑力消耗这么大，当然得吃补身体的东西。姜妍说完示威似的瞪了唐可一眼，瞧着两双期待的眼，陆苑有些头疼。他总不能告诉姜妍她是女生吧，只能伸手都扒拉到自己面前，正好他吃得下。谢谢啊，都挺好吃的。瞧见这一幕的同学都傻了，这是哪来的学院把妹王？要知道唐可和姜妍的外表在学院里都是最受欢迎的那一波，而上次被救助的清纯少女白思纯眼神不善地看着这一切，他们三个怎么会凑到一起去？好巧，他一个都不喜欢。但得知陆苑是谢修玉身边的红人小弟后，他便准备讨好陆苑，借机接近谢修玉。等另外两人走了，白思纯才走到陆苑桌边。陆同学，旁边的同学惊了，不是吧？又来一个？陆苑也很惊讶，他找他干嘛？谢谢你那天救我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玫瑰花胸针，送给你。玫瑰花代表热烈的爱。见状女孩快懵了，他拿的是后宫剧本吗？陆同学那天真的好帅，我现在做梦都会梦见。这勾人的手段，白思纯手拿把掐，可惜陆苑不是男的。他镇定地回复道：怎么，你没见过男的吗？女人暗恨陆苑不解风情，但还没放弃。我只是喜欢陆同学，不，我的意思是我很感激陆同学。他像是说错话般连忙改口，脸上的红晕更明显了。这一套丝滑小连招看得陆苑目瞪口呆。如果他是男人肯定沦陷，可惜他真不是。你真的很感激我，那给我点钱吧。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。白思纯精心准备的羞涩表情僵在脸上，这家伙不仅不解风情，还是个死财迷。他只能打着哈哈告辞，准备下次再战。开玩笑，他一个特招生也没钱啊。正以为能安静学习时，谢修玉的消息就发了过来。过来校门口，女孩叹了口气，任劳任怨地开始打请假条。而他们今天要去的地方不远，是国际奢牌时装店。从谢修玉进门便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，精致的茶点与饮品，以及展示未发布的时装，就连试衣都不用。男人只报了身高尺寸，便有身形相似的模特一件件将那些衣服都穿出来。他漫不经心
心地撑头看着。陆苑作为小弟，也得到了贵宾的待遇，流着羡慕的泪水在旁边吃着点心。而男人来这是为了给姑姑挑衣服，对方要求他必须亲自选几条好看的。女人真麻烦，将全线都买下来送过去不方便吗？他无聊的别开眼，就看到小跟班正乖乖的站在旁边，顿时起了兴致。陆苑，你身形和我姑姑差不多，你来当模特吧。小室友当模特应该比这些女人有趣的多。惊的女孩瞪大眼，这不是女装吗？而且她哪里和谢福生形象了？完全就是木瓜和干扁豆的区别。谢修玉眼皮都不抬一下，是啊，女装才有意思。陆苑下意识拒绝，刚才男人只是一时兴起，但陆苑现在拒绝的态度反而让他更觉有趣，给他当仆人都愿意，却不愿意穿女装，那更得穿了，不听话扣钱。闻言，女孩拔腿就进了更衣室，钱是一滴都不能少，但内心还是有些恐慌。男主什么时候有看女装的爱好了？难道他察觉到了什么，自己要暴露了？他胡思乱想着，随手拿了一条连衣裙，他将连衣裙的束带拉紧，尽量让上身线条持平。戴上店里准备的假发后，便推开了门。谢修玉顺着声音投去视线，下一刻就惊在了原地，比他预想的更合适。薄藤色裙摆露出纤细小腿，粉色的假发披散着，衬得脸庞小巧精致，不像男扮女装，完全就是明柔美动人的少女。店员们小声吸气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，真有人做男做女都精彩。陆苑小步朝沙发走来，眼睫微垂，像被欺负了的猫。见此，男人轻笑，还不错，再去试几条，喜欢就都送给你。他知道应对女孩装可怜的最好办法就是给钱。旁边的店员们交换眼色，这语气怎么和出来陪女友买衣服的男友差不多？见女孩依旧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他良心动了动，男装也可以，就当今天的额外奖金。陆苑终于抬起头，脸蛋晕染上了一层薄红，和那些红着脸和他告白的女生们一模一样。谢修玉忽然觉得齿根有些发痒，怎料女孩出口却道：“我要喘不上气了，这腰带系得太紧了，再加上沉重的假发，他每吐出一个字都艰难万分。”谢修玉无语，沉默了片刻，上前一下扯松束缚着对方的腰带，顿时女孩才得以喘息。但男人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，反而是凑得更近，目光滑落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好一会儿才松开手，手臂上微鼓的青筋代表他内心并不平静，依旧是一片平坦的阴影。是他想多了，上次在休息室不就确认过了吗？陆苑是个彻头彻尾的男生，因为今天穿了女装，才让他有了额外的想法，以后不要穿裙子。闻言，让女孩觉得谢修玉和薛然喜怒无常的性子有的一拼，他乖乖应了。好，那我还能选衣服吗？他打算之后卖掉赚比外快。男人随意挥挥手，选吧。高兴的陆苑欢呼一声，片刻不停地拍起马屁，给足了情绪价值。很快，他将要的衣服都选好，男人眼皮都没抬一下，记卡上。一旁看着他结账的陆苑忍不住感叹，付钱的时候果然最帅。等将谢修玉要的衣服也选好后，两人便打道回了校。一到宿舍，女孩就美滋滋收好衣服，准备过几周就挂去卖掉。突然手机震动起来，点开发现又是白思纯的暧昧消息，对方的追人手段都可以去开心机绿茶教学速成班了，一定能赚得盆满钵满。他正看着手机思索，浴室门忽然打开了，他下意识抬眼，就见谢修玉围着浴巾走了出来。对方的32块腹肌和人鱼线简直是勾人戾气，这对男生宿舍来说很常见，男人也没觉得不对，但陆苑的脸却彻底红了。不是，他们一定要这么坦诚相见吗？面对这种顶级男模的身材，他很难控制住发散的思维啊。男人还没注意到他的异常，单手握着毛巾擦头发。你最近在忙月考的事？看你买东西都是跑着来的。对，月考挺难的，但没有他现在的状况难。谢修玉看见他不安的神色，以为他是担心月考，便道：不用担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被退学。但他发现即使说了这句话，陆苑的脸色也没有好转，反而不自然地避开了他的视线。谢修玉低头扫了眼自己，若有所思：你在害羞吗？不是。陆苑立刻否认，如果承认了，那他不就成变态了吗？肯定会被谢修玉弄死的。对方的表情没看出到底是信还是不信，他只是缓步朝陆苑走来，靠近的距离让女孩眼前全是那蜜色的肌肤，顿时她耳边轰鸣。在过去10几年中，她从没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，她掐了自己一把才恢复些许理智。谢哥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快把水擦干吧，别感冒了，也别在他面前晃了。他承认自己年轻，经不起诱惑。谢修玉却没有走，他俯视着面前的女孩，捕捉到对方脸颊上的红晕，满意极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不能只有他一个人心乱。男人眉峰微挑，懒散笑着，可是你的脸好红啊，小室友。说完，他还俯下身，不轻不重在女孩额前用指节弹了一下。撒谎！女孩霎时快害羞炸了。对方一俯身，就有红晕在他眼前晃来晃去，这是他一个恶毒女配应该看的吗？面对极致的男色诱惑，陆苑选择闭上眼，决定去想另一样红色的东西，钞票。可他闭眼时，婴儿直的睫毛一颤一颤，白皙皮肤娇艳欲滴，很嫩很可口。谢修玉原本是想逗他，看对方慌张的模样，喉结滚动了下，情绪变化的成了自己。怎么说呢？他们现在这个姿势就很适合亲下去。亲下去的话，陆苑会哭吗？他一向是个行动派。刚好宿舍只有他们2个人，眼看距离越来越近，薛冉略带薄怒的声音突然响起：你们在做什么？薛冉刚从宴会上回来，
见此眼睛快喷出火来，尤其看陆苑红着脸的样子更加不爽。他是变态吗？对同是男生的谢秀玉脸红，喂，我可记得你没有这样出狱的爱好啊！满是挑衅的话语让男人挑眉，而女孩快感谢死他，来得及时救他狗命。他赶紧转移话题，关心雇主：“哥，你快把衣服穿上吧，别感冒了。”对另一个雇主也不厚此薄彼：“哎呀，这个宝石胸针会不会很扎呀？快把衣服换下来休息吧。”嘻嘻，他可真是个机灵端水小弟。但两人没有一个领情。薛冉长腿一迈逼近，这么关心他，我怎么觉得你想多看一会儿呢？女孩大笑：“怎么会呢？”闻言，另一位不满了：“我怎么记得你刚才看得很投入？”陆苑欲哭无泪，他就是缠了下腹肌，有必要被三堂会审吗？这二男相争的戏码一定是错觉。偏偏这时薛冉还不老实，直接上前抓住他的手。对方西装并不贴身，温热带点韧性的肌肤触感，让陆苑大脑嗡鸣，心跳直逼280。感受到我的腹肌线条了吗？还不错吧？真是便宜你了。他还没从震惊中回神，另一只手就被谢修玉抓住，镇定自若地放到了自己薄肌上。既然他的感受了，也试试我的吧。他轻笑一声，对上薛冉的视线似有火花闪动，比较一下谁的更好。男人的好胜心是刻在 DNA 里的。陆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试图收回手，奈何他的力气实在挣不过两位男主，反而是薛冉被逗得笑出了声。你在给我挠痒痒？谢修玉的话紧随其后，感受出来谁更好了吧？陆苑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想借机多感受一会儿吧？算了，我允许了。女孩一个头两个大，等她真实性别被发现，有这两人后悔的感觉，他们又要吵起来。陆苑趁机使劲拽出自己的手，我去洗个水果吃，你们要吃什么？36计走为上计。谢修玉拒绝，这个时间我不吃碳水。薛冉则是任性的多，我要你像上次那样喂我，用手喂。他特意强调了这3个字。陆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乖乖哦了声去拿水果。顿时谢修玉心头那把躁郁的火又烧了起来。用手喂？薛冉这家伙没断奶吗？他不由低气压道：“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”不料这时门再度被打开，是季经理回来了。看着面前紧绷的氛围，有些不解：“你们是在吵架吗？”他们4人一起长大，对彼此太过熟悉。没有。薛冉笑意盈盈，转身就往自己床位走去，还不忘喊了陆苑一声：“你等下拉开帘子进来就行。”听到女孩的应声，谢修玉身上的气压更低了。季经理很聪明，立马察觉导致这股怪氛围的正是陆苑。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影响他们到这种地步，他对陆苑的感官更加不好。他得找个机会好好敲打这位室友。哪知后来后悔哭了。为了应对月考，接下来的日子女孩每天都抱书苦读，直到这天白思纯找上门，祈求他陪她一起去拿文件。陆苑都无奈了，自己都拒绝他这么多次了，对方咋还一直缠着他？想着今天就一次性解决这件事，便答应了对方请求。来到一间偏僻的档案室，不料对方进门就衣衫半解，扑进他怀中想要勾引。陆苑慌忙想要推开，却发现对方力大如牛，眼看这样下去会暴露女孩身份，只能硬着头皮大喊：“其实我养胃，而且我不喜欢你。”惊得白思纯都忘了动作，反应过来后又柔柔道：“没关系，我不介意，我喜欢你，你的一切我都能接受。”其实心里快恶心死，但他必须要勾到陆苑，让他当自己舔狗，借机接近谢修玉。见他还不放弃，女孩直接挑明，他知道对方想利用自己接近谢哥，顿时被看穿的羞耻和被愚弄的恼怒同时涌起。想到对方说不定会向谢修玉告他的状，他怒从心中起，开始在自己身上掐出红痕，而后猛地倒在地上尖叫：“放开我！你这样是不对的，求你了，陆同学，别过来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”陆苑立马反应过来，这是要说他骚扰。尖锐的女声极具穿透力，顿时就引来2名老师：“救我！陆同学想对我！”看到这想入非非的一幕，老师正义感爆棚：“你跟我去教务处一趟，你这种品德败坏的，根本不配拥有特招生入学资格。”见陆苑一动不动，年轻老师更生气了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还不赶快道歉！我没做什么，为什么要道歉？”闻言，另一位老师表情严肃：“如果事情属实，我看你也不用道歉了，直接退学处理。”听到这话，假装哭泣的白思纯差点笑出猪叫。只要陆苑退学，便解决了他后顾之忧。而且谁会相信一个品德败坏的人？看他还怎么和谢哥告状。2位老师正合力声讨陆苑时，一道声音突然响起：“这里好像很热闹呢。”青年姿态优雅的缓缓走近，是季经理。他一来，2位老师面色一变，纷纷恭敬朝他点头。毕竟对方可是权势滔天的顶级贵族。这是怎么了？年轻老师迫不及待地开口，可季经理连视线都没投过去。“我问你了吗？陆苑，你来说。”顿时几人脸色苍白，这是来给陆苑撑腰的。女孩公正陈述了事实：白思纯原本想勾我，失败后就说我强迫她，在外人看来，这就是厚着脸皮在撒谎。但季经理只是淡声道：“这样啊，那就按你说的处理。”
第37条校规里，污蔑同学是要记处分的。这件事就交给2位老师了，他甚至都不问其他人的意见，直接做完了决定。白思纯不甘极了，眼底的恨意快化为实质。青年却对着女孩调侃道：“雇主救了你一命，下个月的合同是不是该给我打折？”一听打折，陆苑炸了。打折？这辈子都不可能打折，提钱简直是要他的命。他原本想着，既然季经理出面，那这件事可以就这么过去，但涉及到钱绝对不行。陆苑摸了2下，从兜里拿出手机，其实我录了音。早在他来到门口，就敏锐注意到门前有层薄尘，说明这间屋子很长时间没使用了。他立马心生警惕，悄悄将手伸进了口袋，开启录音。众人脸色骤变，只有季经理唇角勾了勾。他本来是想雪中送炭，让陆苑更信任自己，方便之后套话，但没想到对方早有准备。2位老师对视一眼，面露忐忑。陆苑直接播放了录音，听到录音里的真相，老师们羞愧难当，纷纷朝他道歉。而白思纯快被绝望淹没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有季经理在，他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处分，然后被学院退学。等白思纯被2人带走，闹剧结束，陆苑转头对季经理露出灿烂笑容：“季哥，打折这件事能不能再商量一下？他真的不能少赚1分钱啊！”季经理笑得温柔：“不打折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刚才也算是帮了你，对吧？”陆苑点头：“这倒是真的。”他还以为季经理会落井下石呢，所以青年看他的目光像是在看一只即将落进陷阱的兔子。下周3下午2点，我在教学楼第4休息室等你。他的微笑富有深意，并且准确地掐中了陆苑的命脉。不要迟到，迟到扣钱哦！一句迟到扣钱，瞬间让他想起无数牛马记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眼前的少年眼神亮晶晶，即使刚经历过那样的事，也不能消磨半点他身上的活力。季经理唇角的笑深了些，真有意思。这样的眼神究竟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？他始终觉得陆苑心机深沉，他会戳破这层假面。对了，走之前，季经理贴心安慰了一句：“身体有问题也不用自卑，记得去医院好好看看。”这是指录音里他爆出养胃的事。霎时，女孩脸色一僵，这家伙故意的吧？转眼到了和季经理约定的日子，他前去赴约。途经一处隐蔽角落时，巨大的垃圾桶被轰隆打翻在地，倾洒一地的垃圾中间跌坐着一名身材清瘦的青年，周围一群人上去对他拳打脚踢。青年丝毫不反抗，又或许他知道自己无力反抗。陆苑立马认出了对方，几鹤雪，小说中下场惨烈的工具人。他成绩全校第1，却被贵族欺凌。为了感激从欺凌中将他拯救的女二，于是帮对方做了许多脏事。事成之后，女二又将几鹤雪抛弃害死。眼见几人又要动手，住手！实在看不过去的陆苑出声制止。看出他是 F4 的小弟，几人心生忌惮，毕竟打狗也得看主人。于是几人对视过后，还是骂骂咧咧离开了。等人走后，女孩也没去搀扶几鹤雪，她只是远远站着一言不发。对方也没开口，她撑着墙壁一点点站起来。几鹤雪长得很好看，和她的名字一样，清冷似雪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他并不想和几鹤雪有太多牵扯，只是他刚好路过这，看出女孩并不想和他说话。男人拿出一支钢笔递给他，这个送给你。看着对方执拗伸出的手，以及眉目阴出的几分脆弱，女孩终究心软了。一根钢笔应该没什么吧？他伸手接过便快步离开，可几鹤雪却将他牢牢记住。只因女孩看他的眼中没有同情可怜，只有无可奈何，好像2人都是命运赌局中的棋子，是真正的同类。一路来到季经理给的休息室地址，2人简单寒暄后，男人就开门见山：陆同学，你很聪明，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啊。什么事？陆苑懵了，难道他偷吃冰箱零食的事被发现了？见他满脸疑惑，季经理只觉他在装模作样，他决定直白些，心思和手段都很好，但不该试图挑拨我们的感情。陆苑明白了，季黑心性格多疑，最擅长维护 F4 之间的关系。季哥，你放心，我跟着你们只有一个目的，为了钱。我进入学院就是为了改变命运，寻求向上的阶梯，不浪费我过去10几年的努力。我就是想要钱，想要更好的生活，有什么错？人为什么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欲望？陆苑一直不能理解，古早贵族学院文中这种对贫穷根深蒂固的歧视究竟从何而来？直白的话语给了男人一击，他看不起的人却能做到坦率面对欲望，反而是他一直活在虚伪的假面中，连坦诚自己的爱好都做不到。难怪他会讨厌陆苑的眼神，因为那是他一直拥有不了的东西。气氛陡然沉寂下来，陆苑霎时有点心虚，生怕对方一怒之下埋了自己。怎料男人唇角上扬，有意思，他很久没遇到这么有意思的人了。陆同学，你要来学生会吗？贵族学院的学生会，普通人打破头都挤不进去，可女孩沉思片刻便拒绝。她既要当小弟，又要走女配剧情，劈成3半也忙不过来，而且她总觉得季经理没憋好屁。男人可惜的轻叹一声，见他不说话，陆苑小声问道：季哥，我可以推荐一个人吗？你想推荐谁？女孩没犹豫，几鹤雪能进学生会，几鹤雪就能彻底摆脱被欺凌的命运，这才是真正的帮助。成绩最好的特招生进学生会也更合理，还可以用作对外宣传。季经理点点头，唇角笑容却意味不明。你们是朋友？替他想得这么周到，把他给的珍贵机会拱手让人，还真是让人
不爽的友情。女孩觉得他说话怪怪的，有股醋味，是不是中午饺子蘸料放酸了？他怂怂补充，我就是推荐一下，不行也没关系，他只是想看见几何学改变命运，这样就好像他也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。良久，季经理才开口答应，不过这段时间你就先跟着我吧，学生会这段时间很忙，我需要一个帮手，花钱买下你的服务后，除了泡咖啡，我可是一次都没用过。陆同学没意见吧？顿时女孩快后悔哭了，如果本来就要去学生会帮忙，那她为什么不进学生会？血亏啊，季黑心绝对是故意的。而男人欣赏着女孩的脸色，忽然理解另外两人对她的在意，这小玩意的确很有趣，借她玩2天，那两人应该不会有意见吧？而他们没想到，这场谈话却被一个人全部听见。几鹤雪戴着耳机，身缠绷带，面无表情躺在校医室的床上，他送给陆院的那只钢笔里装了监听设备，对方救了他，但他第一反应是怀疑，经过上一世，他绝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陆院在他记忆里原本是个女生的名字，还有着叽叽喳喳不讨喜的性格。可听到刚才陆院的话，他心中不解，为什么呢？即使是上一世的楚月婉，也没有这样对待他，对方只会表面关心他，让别人不要欺负他，却从不会做出任何实质的行动。只有这样，自己才会再次被欺凌，只能向他求助，成为他的工具。陆院却不一样，甚至替他铺了向未来的路。但为什么呢？耳机忽然变得存在感极强，将他的耳廓烫得发红。他取下耳机站起身，用脚一点一点碾碎耳机，没有半分被欺负的孱弱模样。他不愿意相信这份好意，但几鹤雪能感觉到，他原本死寂的心脏再次缓慢地跳动起来。对此半分不知的陆院开始了他辛苦的学生会打工工作。这天结束了疲惫的一天，刚到宿舍，女孩就一惊，薛冉半倚着墙，像是在等谁的样子。你终于来了，你和季经理那家伙待在一起，你们干嘛了？我给他发消息，他说你在忙，害他想找人没找到。陆院叹气，世道变了，这年头当个小弟都得被查岗了。他还没回答，薛冉就打断他的话，算了，我不想听。他上下扫了2眼，觉得这家伙长得好看，却每天穿个校服实在浪费。忽然薛冉想到什么，唇角勾起恶劣的笑，既然你回来了，那就走吧。陆院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我带你出去玩点有意思的，不许拒绝。他等在这，本就是要带陆院一起去晚上的聚会，除了 F4几人，他也有自己的社交圈。看着薛冉的表情，女孩背后发凉，是那种他们去丢飞镖，然后他被绑在轮盘上的那种吗？坐立不安的一同来到地方，门被推开的瞬间，喧闹的音乐声冲入耳朵，几名穿着奢侈的青年分开坐着，周围各有几名侍候的女伴。薛冉理所当然地坐在主位，修长双腿交叠，透出股恣意风流的劲儿。见他来，好友都热情地围着他转。薛哥，知道你的规矩，你要是嫌这些女伴吵，我让他们都出去。如果是往常，薛冉会同意，毕竟他一贯不喜欢乱七八糟的人在他面前晃。但这次他摆了摆手，不用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就是带我室友来见见世面。见他这么给陆院面子，几人这才和他搭话，还给他塞了个明媚大美人陪伴。包厢内氛围逐渐和谐，他飞快融入了谈话，比见识和玩法，他肯定比不上这些富家少爷，但他脑子活，会接话，给足了情绪价值。薛冉见他们聊得火热，倒生出几分果然如此的感觉。陆院连他都能哄着，怎么会哄不好这些人呢？就连身旁的女伴、女孩都能把他逗得咯咯直笑，俊男美女凑在一起，显得格外亲密。刚还不在意的小恶魔冷了脸，陆院，看你玩得很开心吗？要不要给你再多叫几个人？他以为陆院会听出他的不悦，没想到女孩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那我再点2个吧。薛冉无语死，他不该拒绝吗？少年深吸口气，2个，陆院却拒绝了，还是3个吧。他的心很大，装几个漂亮姐姐不在话下。薛冉表情不明，就在陆院以为他要拒绝时，他却点了头，行。3分钟后，陆院成功被4个大美人围在中间，其他人寻思这小子看着纯，结果第一次来就玩这么大。林树更是笑得酒都洒出几滴。4个，你那小身板收得住吗？他们饶有兴趣地盯着那边看，包括薛冉，然后在他们的注视下，几人玩起了飞行棋，这对吗？果然是土包子，玩不来花的。见没乐子看，有人岔开话题道，今天薛少都没怎么喝，是不是兴致不高？他们聊什么话题都绕不开薛冉，这位才是聚会的中心人物。但薛冉兴致不高，尤其那边的笑声越欢快，他身上气压就越低。渐渐的也有人察觉出来不对，这大少爷怎么心情不好了？他们愈发小心翼翼，生怕说错一句话。沉迷美色的女孩好一阵子才察觉不对，她悄咪咪瞥了眼薛冉的表情，坏了，要出事。陆院恨铁不成钢，他寻思今天小弟的人数挺多，有人陪着薛冉玩，他能休息下摸摸鱼呢。没想到懒是一点偷不得，还得他出场，将手里的棋子撂下，凑到薛冉旁边，哥，你是不是觉得无聊了？霎时小恶魔眉梢舒开了些，不答反问，怎么，你想给我找点
点乐子，我哪有歌会玩啊？这不是怕你无聊吗？闻言，少年脸色这才好看起来，轻哼一声，没继续对他。一群人察言观色，一边感叹陆院怪会哄人，一边嘴上热络气氛。光喝是有点无聊，来点游戏吧，就玩撕纸条咋样？定好后，众人理头发的理头发，补妆的补妆，倒有了几分玩游戏的氛围。薛冉动也没动，只轻轻点了点自己左边空着的位置。陆院，来坐这。女孩乖乖坐过去，直到游戏开始了几轮，陆院都安全通过。这游戏需要咬着纸，下一个人用嘴去撕。他另一边是位姐姐，她撕得毫无心理压力。其他人要么喝了酒通关，要么双唇相接。终于这一轮，薛冉旁边的女人逮到机会，口中只剩下一点点纸，意味很明显，知道对方的小心思。小恶魔语气恶劣，想亲我啊？可惜我不喜欢。他没去看女人的表情，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直白的话语全是厌弃。下一轮顺序是反着的，陆院这次失了手，他咬纸时力道太轻，只咬掉短短一截。在陆院心里，这和游戏失败的白棋一样。得了，喝酒吧。他很有自知之明，就不转头去讨薛冉的嫌了。可他正要去拿杯子，酒杯边缘就被一只养尊处优的手按住。喝什么呢？右边还有个我呢。陆院的指尖猛地攥紧，近在咫尺的呼吸让他汗毛直竖。薛哥，他声音发颤，试图往后缩。这游戏不太适合我们吧？都是男的，男的怎么了？薛冉挑眉，指尖捏住他的下巴，强迫他抬头。刚才看你跟人玩得挺开心，怎么到我这就怂了？他像只蓄势待发的小兽，眼底藏着不加掩饰的恶趣味。陆院被他捏得脸颊发麻，心里把这小恶魔骂了800遍。感受到众人投来的好奇视线，他咬牙深呼一口气，玩就玩，谁怕谁？话音刚落，薛冉突然靠近，霎时女孩的心快跳出胸腔。到一起时，少年忽然偏头，用力一扯，双方若有似无的擦过，像电流窜过4肢百骸。女孩猛地捂住嘴往后弹开，脸颊烫得能煎鸡蛋。看着他通红的耳根，小恶魔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笑。气氛正古怪时，包厢门突然被推开，谢修玉倚在门框上，眼神冷得像冰。玩够了就回去，明天有早课。薛冉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你怎么来了？季经理说你带他来这种地方。谢修玉的目光扫过陆院，在他泛红的脸颊上顿了顿，看来他没说错。走了。男人没再多说，转身就往外走。小恶魔狠狠瞪了他背影一眼，最终还是没发作，只是拽着陆院的手腕跟了上去。谢修玉靠在副驾闭目养神，薛冉坐在后座生闷气，女孩夹在中间，感觉自己像快被2头狮子盯着的肉。你跟薛冉玩什么了？就玩游戏。陆院心虚的抠手指，什么游戏？让脸都红了。飞行棋。闻言，少年吃了一声，撒谎都不会编个像样的。陆院无语，这小恶魔能不能闭嘴？谢修玉终于睁开眼，透过后视镜看向他。陆院，别忘了你的身份，离薛冉远点。他心思不正，你才心思不正。薛冉炸毛，谢修玉你少阴阳怪气。眼看两人又要吵起来，作为小弟女孩赶紧打圆场，保证下次再也不玩了。车内气氛这才缓解。等回到宿舍，季经理居然还没睡，正坐在桌前办公。看到他们回来，他抬眸笑了笑，玩得开心？托你的福，很开心。薛冉没好气道。季经理像是没听出他的不满，视线落在陆院手腕上，那里有一圈淡淡的红痕，是被薛冉拽出来的。手怎么了？陆院赶紧把手背到身后，没事没事，不小心被门夹了。薛冉眼神闪了闪，没戳破他的谎言。见没他的事，女孩刚想走开，却被季经理叫住。陆院，过来。对方递给他一支徒手的，能消肿，谢谢季哥。陆院眼睛一亮，老板不错呀。见此，小恶魔突然开口，我手也疼。季经理瞥了他一眼，哪知我帮你剁了。一旁的谢修玉低笑出声，女孩也忍不住弯了弯唇角，暖光落在三人脸上，冲淡了他们身上的戾气，倒有至交好友的几分模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陆院过得异常充实，时不时给学生会跑腿，抽空给几人当小弟，还要努力复习。这天晚上，陆院正在房间里偷偷试穿刚到的束胸，刚扣好搭扣，就听到帘子外传来声音，在吗？听到小恶魔的声音，他顿时一慌，吓得赶紧套上外套。等一下，他慌乱把换下的束胸塞进床底，刚整理好衣服，薛冉就进来了。少年穿着宽松的睡衣，头发湿漉漉的，显然刚洗完澡。你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他挑眉打量着他，没干嘛。女孩心虚后退，薛哥找我有事，帮我吹头发。小恶魔把吹风机扔给他，理所当然地坐在椅子上，快点，手酸。陆院看着他乌黑柔软的头发，心里叹了口气，真是个娇气大少爷。他插上电，暖风呼呼吹了起来，发丝拂过指尖，像绸缎一样顺滑。轻点。薛冉哼唧了一声，你想把我头发扯下来？女孩无语，默默减小了力道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吹风机和少年偶尔的抱怨。陆院看着镜子里薛冉的侧脸，没了平时的嚣张，倒有了几分乖巧。他忽然有些好奇，薛哥，你为什么要买下我的服务啊？少年身体僵了一下，随即吃道，看你可怜呗。这答案还不如不说。吹风机停了，陆院收拾着电线，忽然感觉薛冉的视线落在他后颈上，他心里一紧，难道是束胸的痕迹露出来了？你后颈有刀疤？顿时女孩的心落回实处。啊！
小时候不小心摔的。薛冉没再追问，只是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灯光落在他眼里，明明灭灭的，看不出情绪。行了，滚去睡觉吧。陆苑如蒙大赦，赶紧溜回自己的床铺上。刚才薛冉的眼神好像要把他看穿一样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小恶魔站在原地，指尖轻轻摩挲着。刚才吹头发时，他闻到了陆苑身上淡淡的馨香，不是洗衣液的味道，也不是任何一款男士香水的味道，像某种清甜的花香，让他莫名有些烦躁。男的怎么会用这种香味？他低声嘀咕，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却一整夜没睡好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学院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 ，F4 里最后一位成员袁战下周就要回国了。这个消息让陆苑坐立难安。袁战在原著里是个极其神秘的角色，据说智商超群，手段比谢修玉还狠，而且极度厌恶欺骗。他要是发现自己女扮男装，陆苑打了个寒战，不敢再想下去，怕了。谢修玉看着他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淡淡开口：有点。女孩诚实点头。袁哥会不会很难相处啊？还好，男人翻着文件，就是眼睛太毒，什么都瞒不过他。陆苑的心沉了下去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薛冉凑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看着他拍胸脯的样子，女孩心里更慌了。就你这小身板，斗得过大腹黑吗？季经理端着咖啡走过来笑了笑，袁战跟我们不一样，他对有趣的人和事会格外宽容。他意有所指地看了陆苑一眼，你这么有趣，他应该会喜欢你的。陆苑总觉得他这话没安好心。袁战回国那天，学院里几乎万人空巷，陆苑躲在教学楼后面，远远地看着那辆黑色宾利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青年走了下来。他比照片上还要好看，眉眼温润，看起来像个优雅的贵公子。但陆苑注意到他的眼神很冷，扫过人群时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疏离。这就是袁战。他小声嘀咕，看起来也没那么可怕啊。你在这做什么？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陆苑一跳，他回头看到袁战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后，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袁哥好。陆苑赶紧打招呼，心脏狂跳不止。袁战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很久，久到陆苑以为自己的伪装被看穿了，才听到他轻笑一声：“你就是陆苑，阿玉他们经常提起你，是吗？”陆苑紧张的手心冒汗。袁战点点头，说：“你很有趣。”他顿了顿，忽然伸手，指尖轻轻拂过他的鬓角，不过比我想象中更精致。女孩身体瞬间僵住，对方的指尖带着凉意，擦过皮肤时激起一阵战栗。他刚才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他发现了。袁战收回手，笑容依旧温和。走吧，一起回去。他转身往宿舍走，步履从容，仿佛刚才那个充满试探的动作只是错觉。陆苑跟在他身后，感觉后背都被冷汗浸湿了。这个袁战比谢修玉深沉，比季经理危险，比薛冉难猜，简直是终极 BOSS 级别的存在。回到宿舍，薛冉他们已经在等了。看到袁战，小恶魔率先冲上去：“你可算回来了，快来，我新买了个游戏机。”谢修玉也难得露出点笑意：“回来了。”袁战坐下，和几人打过招呼后，就拿出一个礼盒递给陆苑。见面礼。女孩打开一看，瞳孔骤缩，里面是一支钢笔，跟几鹤雪送她的那支一模一样。袁哥，这前几天去季家拜访，看到他家有支同款，觉得挺适合你的。陆苑顿时有些疑惑。几鹤雪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有原著没提到的东西吗？他跟袁战又是什么关系？之后，女孩活在了袁战的阴影下，对方似乎对她格外关注。陆苑，帮我把这份文件送一下。陆苑，陪我去趟图书馆。每次独处，袁战都会有意无意地提起几鹤雪，或者说些模棱两可的话，看得陆苑心惊胆战。这天，袁战让他去他房间拿本书。陆苑进去时，看到对方正在打电话，语气很冷。几鹤雪那边盯紧点，别让陆苑靠近他。女孩的脚步顿住，袁战果然在调查几鹤雪，而且他好像很不希望自己跟几鹤雪来往。男人挂了电话，看到站在门口的陆苑，也没惊讶，只是淡淡道：“来了。”书在书架上，陆苑走到书架前，手指却在发抖。他忍不住开口：“袁哥，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几鹤雪？”袁战看着他，忽然笑了：“你很关心他？他是我表弟。”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。一个不太听话的表弟。陆苑愣住了。表弟？那他为什么还被欺负得那么惨？袁哥，他不该问的别问。袁战的眼神冷了下来。陆苑，做好你小弟的本分，别跟不相干的人走太近，对你没好处。女孩被他的气势吓得不敢再说话，拿了书就赶紧溜了。她现在可以肯定，几鹤雪的身上绝对藏着秘密，而且这个秘密很可能跟袁家有关。这天晚上，陆苑正在房间里研究几鹤雪送的那支钢笔，忽然发现笔帽里好像有东西。他拆开一看，里面竟然藏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“小心袁战，他在找一样东西。”陆苑的心脏狂跳起来。几鹤雪在提醒他，袁战在找什么？跟自己有关吗？之后几天，袁战没再找他麻烦，这反而让陆苑更加不安。他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果然，周五下午，他
她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外婆病危去世了。女孩脑子嗡的一声，差点晕过去，抓起钱包就往医院跑。看到外婆冷冰冰躺在床上的那刻，她泪如雨下。陆院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她抬头看到谢修玉站在面前，身后还跟着薛冉、季景礼和袁战。他们怎么来了？谢修玉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，别怕，有我们在。薛冉难得没说刻薄话，哭什么？外婆肯定不希望你这样。季景礼叹了口气，后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别担心。袁战也走过来，递给他一个保温桶，先吃点东西。看着他们，女孩眼泪突然又涌了出来。在她最崩溃的时候，竟然是这几个她一直防备的人陪在她身边。谢谢你们。谢什么？你是我们的人。谢修玉的声音很温和。接下来几天，陆院浑浑噩噩的，是 F4帮他处理了外婆的后事。他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也没那么糟糕。外婆下葬那天，天气很好，陆院站在墓碑前轻声说：“外婆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活下去的。”转身时，他看到 F4站在不远处等他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像镀上了一层金边。陆院忽然觉得，或许他可以不用那么害怕他们。回到宿舍，女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了很久，她决定不再逃避，要正面面对所有问题。她要弄清楚几鹤雪的秘密，要知道袁战在找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要摆脱世界意志的控制，真正为自己活一次。她打开门，看着客厅里的4人，我有话要说。薛冉挑眉，你终于想通了，要跟我们坦白你其实是个女的。陆院瞳孔地震，她怎么知道？谢修玉和季景礼也看着她，眼神里带着了然，只有袁战依旧笑得温和，仿佛早就知道了一切。你们，陆院震惊地看着他们，你以为你的伪装很完美？谢修玉淡淡道，第一次在休息室看到你裹着毛毯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，还有你身上的香味，每次靠近都让我心烦。薛冉别别扭扭地说。袁战笑了笑，你的眼神太干净，不像个在贫民窟长大的男生。而且几鹤雪那只钢笔里的监听设备，我们早就发现了。陆院彻底懵了，合着他们早就知道了。那之前还跟他演戏，你们为什么不拆穿我？他忍不住问。拆穿你有什么好处？谢修玉反问。看着你被世界意志惩罚吐血，我们是雇主，你是我们的人，护着你不是应该的吗？薛冉哼了一声，季景礼叹了口气，其实我们早就想帮你摆脱世界意志了。袁战点点头，我找的东西就是能解除世界意志控制的钥匙。几鹤雪也在找，他想利用你得到它。女孩这才明白，原来他们一直在默默保护她，甚至比她自己还要清楚她的处境。眼泪突然涌了上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当然是找到钥匙，帮你解除控制。谢修玉站起身，我们已经查到线索了，就在季家老宅。凭着4个人的本事，很快就从季家老宅的密室里找到了那把钥匙。将钥匙拿到手中的瞬间，女孩仿佛感觉身上什么束缚消失了，世界意志的声音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太好了！她激动地跳起来，抱住了身边的薛冉。霎时少年耳根红透了，却没推开他。谢修玉和季景礼相视一笑，袁战也笑得温和。危机解除后，陆院恢复了女儿身，在学院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但这一次，没人敢再欺负她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她是 F4护着的人。至于感情问题，陆院还没想好。谢修玉的深沉，薛冉的别扭，季景礼的温柔，袁战的神秘，都让他心动。慢慢想，我们不急。谢修玉摸了摸他的头，女孩看着他们笑了。是啊，他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慢慢想。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落在5人身上，温暖而美好。这一次，他终于可以摆脱剧情，为自己活一次了。而他知道，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，身边这几个人都会一直陪着他。